个不能去妈妈，我儿子不得死了，他们觉得哪呀？我老婆的钱一直不够用，一再逼问之下，她就说了，在产后修复这样的一家门店里面，累计总共消费了16万5千块钱。女子顺产后担心老公嫌弃自己，于是瞒着丈夫贷款16万，去做了一个产后护理。原本压力山大的丈夫得知此事，差点连想死的心都有了，直言要和这个败家娘们离婚。很明显的，他也不知道这个赚钱是不容易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也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如果说没有小朋友的情况下，我肯定觉得这个婚姻的价值真的就要打个问号了。丈夫刘先生如今提起此事，就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他表示自己和妻子自从结婚后，通过一段时间不分日夜的努力，终于怀上了爱情结晶，并且在第2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自那之后，刘先生工作更加卖力了，基本每个月都能拿到上万元的薪水。期间，他还会给妻子拿走一半，作为母子3人的日常开销。起初的日子安逸且幸福，怎料却遭遇造化弄人。刘先生喜提一张裁员单，失去工作的他压力山大。然而妻子却非常懂事，近期的消费非但没有节省，反而还挥霍了许多。当他夺过妻子手机一看，险些把他气得看见太奶。列杯欠款是8万5千块钱，京东金融还欠4万5千多。原本家里就已经揭不开锅底，可妻子竟还欠了外面这么多钱。于是刘先生便问询妻子：“你到底做了什么丧心病狂之事？短短几天就让家里变得一贫如洗？”而妻子接下来的一番话，让刘先生下定了某种决心，坚持要和妻子离婚。不然他这辈子都将无法抬起头来。不在外拼命打工赚钱，妻子却在家研究产后修复，几个月时间就败光了16万的血汗钱，让原本压力大的丈夫更加山大。现如今刘先生更是已经失业，他不知未来的生活该如何度过，所以要和妻子离婚，给2人的爱情画上圆满的句号。不过在离婚前，他还是想知道妻子为何要做产后修复。它是那种私密项目，他就喊一个什么他们那里面的什么医生来给我检查，说我这个什么，因为我是顺产的嘛，他说我很严重，我已经把钱交了，然后我又不敢让我老公知道，觉得这种事也不是什么好事。据妻子所述，她当初一口气生下2个孩子后，就总感觉哪些地方不对劲，于是便来到一家产后机构做检查。然而工作人员却直呼她的这种情况比较严重，极有可能影响后续的夫妻生活。她也是担心丈夫会嫌弃自己，所以才下定决心买了修复护理。没想到却陷入护理中无法自拔，就这样先后花费了16万。刘先生闻言更加恼火，因为他亲身体验后觉得并无卵用。我最后一再追问他，你做了之后这个具体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对你有什么影响，他也说不出个1、2、3。刘先生认为，本身他和妻子就是普通家庭，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超过了2人的经济能力。现在他只有2个选择，要么让产后机构把钱退还，要么就和妻子离婚。那么最终2人的结果会怎样呢？修复先后贷款了16万，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理由竟是担心丈夫嫌弃她，这让丈夫刘先生倍感无语，认为妻子纯属是闲的蛋疼，因为他长期在外面打工，即便妻子修复的效果再好，他也体验不上啊。现在可倒好，他已经被公司裁员，都已经吃不上饭了，还背负着16万贷款，这让他对未来生活失去了希望。他到期了，然后我又借，然后又还，就是这样的。哦，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是吗？对对，就是这样。而妻子也表示，当初花完钱后就后悔了，因为他需要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现在将近1年过去了，才刚刚还了3万元的贷款，对于剩下的13万，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刘先生被妻子的行为已经气到不能再气了，如果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他绝对会和妻子离婚。很明显的，他也不知道这个赚钱是不容易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也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如果说没有小朋友的情况下，我肯定觉得这个婚姻的价值真的就要打个问号了。现在刘先生只希望产后机构能够退还一部分费用，毕竟只做了5次就收了16万块钱，难道他们的设备都是镶金钻的吗？但因为刘先生的妻子已经是成年人了，而且还是自愿缴费，估计退费的要求很难实现。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您现在如果要是取的话，就只能按照这个现价取。现价取。如果我死了呢？身故的话是退还所交保费，就是80万。80万，对吧？也就是说我只有死了，我的本金才能回来。对，因为他是有身故险。你绝对没见过这种奇葩之事。女子前脚刚把840万存进银行，后脚就离奇变成了理财产品。然而最离谱的还在后面，如果女子想将本金取出，要么就意外身亡，要么就要等到71年之后。这个产品是71年，我37岁，活到108岁，然后我还能不能活到那个还不一定呢。我活到了，我也花不上这个钱啊。那么如此离谱的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都说把钱存进银行最安全，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谁还敢去银行存钱呢？据朱女士所述，自己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2年时间攒下了这840万，但由于最近生意不景气，于是她便打算将钱存进银行吃点利息，这样她未来的日常开销也会有保障。可当来到银行后，工作人员一上来就向她推销一款新型的理财产品，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跟我推荐了这款理财产品，说是5年期满，然后就能本金利息全都取回，跟银行的正常那个每年的就是利息比起来要高很多。起初朱女士并不打算购买，只是想单纯的存钱吃利息。然而工作人员见朱女士是个大客户，岂能让到嘴的鸭子跑飞了？于是便给朱女士上手段。经过再三的糖衣炮弹，朱女士终于心软了，便将840万的本金都购买了理财产品。因为工作人员当时强调5年期限过去后即可提款，怎料朱女士在5年后的今天打算将本金取回时，却被工作人员的一番话吓得让她险些饮恨西北。打算存进银行840万，结果在工作人员的套路下，全部购买了理财产品。因为据工作人员所述，这个产品5年期满，期间可以获得高额利息。也就是说，像朱女士这样的大款，只要买了这款理财产品，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可5年过后，朱女士打算提款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这款理财产品并不是5年提款，而是要等到71年后。这个产品是71年，我37岁，活到108岁。再说谁会买这么长时间的理财产品啊？然后我还能不能活到那个还不一定呢。我活到了，我也花不上这个钱啊。这让朱女士惊得亚麻呆住了。就算一天让她吃10吨人参鹿茸，她也活不到108岁啊。对此，工作人员劝朱女士不要心急，因为取回本金还有另一种方式。朱女士闻言舒了一口气，便问询对方究竟是何种方式。工作人员淡淡的说道：“这种方式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朱女士要发生意外，等到心电图都变成一条直线的时候，这样就能把本金拿回了。如果被保人中途身故，身故的话，那这个是保险公司是有一个身故险的，是退还已交保费及每年的相对应的生存金及分红。”朱女士听后吓出一身冷汗，她长这么大都没听说过自己在银行存钱还必须得发生意外身亡才能将钱取出。难道你这银行是玉皇大帝开办的吗？当初工作人员可不是这样和自己说的。如果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打死他也不会投资理财。于是朱女士便想找到银行行长讨个公道，然而对方的回复却令人气到发昏。女子将840万存进银行，结果遭遇套路，在工作人员的各种画饼下，女子便全部买了理财产品。可工作人员事先并未强调，这款理财产品其实就是身故险，想要取回本金和利息，就要满足以下2种情况：第一就是投保人发生意外身亡，其次就要等到71年后才能取回本金。对此，朱女士算了一下，自己现在37岁，71年后也就是108岁。先不说她能不能活到那时候，就算活到了，她也没力气去花这笔钱了。所以朱女士认为自己遭到了银行的算计和坑害，于是便找来媒体找行长讨个说法。然而对方却死活不愿给出解决方案。我做不到，我先告诉你，我做不到。当时他就在你们银行办公，你们怎么做不到呢？我不在这儿，我不了解情况。你看现在说，你说这个事由你负责。我做不到，我跟你说，妹妹，我只做到我能做到的，好不好？这种态度也不由得令人心虚。当初存钱时，他们嚷嚷着客户是上帝，服务一定会100%到位，可现在想要取钱，却开始翻脸不认人，简直太令人发指了。朱女士认为，归根到底就是银行的问题。为了利益跟他玩文字游戏，这才把他骗得团团转。他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鸣不平，于是便委托媒体将此事曝光。随着引起网友的强烈谴责，银行倍感压力山大，这才同意将本金退还。说先把本金给我们，然后呢，刚开始说是利息不给，利息2年的利息是大概有将近90万吧，如果按5%走的话。可利息不给的话，朱女士当然不会接受。随着第2波曝光后，银行终于服软了，退还了840万本金以及90万的利息，事情至此落下帷幕。同时也提醒大家，理财投资需谨慎。